跟最强恶魔结婚是啥体验？不仅能随时随地贴，还能享受各种角色扮演的快乐。喝点小酒就直接变成软萌妹纸，哪里是恶魔，分明是毫无戒心的小姑娘。但要是遇到威胁，她就能立马变身，仅仅一击就把敌人给干趴在地上了。天哪，这也太酷了！男主这究竟积了多少福，才能娶到这样完美的老婆？拜托，那还是身材巨好的恶魔！可恶，嫉妒让我满地爬行。事情还得从 N 年前说起，当初人神魔三族联手抗击一只会带来世界末日的魔龙巴哈姆特，经历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，最后终于封印了他的力量。神族和魔族各自保管了一半的封印钥匙，这样才保住了世界的平静。时间一晃过去2000年，到了男主法瓦罗的时代。他是个赏金猎人，有个既是敌人又是朋友的对手凯撒。因为以前的一些恩怨，凯撒发誓要向法瓦罗复仇。他们俩一打起来，那简直是缠缠绵绵到天涯，差点让旁观的路人受不了。法瓦罗在一家酒馆被凯撒追上，表面看起来慌得很，实际心里镇定得很。他反手就是一剑，正中凯撒战马屁股。凯撒气急败坏，赶紧去追自己的战马。与此同时，3个盗贼正在赶路，只听一声巨响，粉毛妹子堂堂登场。3个盗贼一看这大美女，顿时乐坏了，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饼，结果是扎嘴的仙人掌。粉毛妹子说她的罗盘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去冥界。3个盗贼露出怪笑，去什么冥界呀？我们让你体验极乐世界呀！都说了，头发越粉，打人越狠。当晚，盗贼头目还纳闷手下咋半天没回来。赏金猎人法瓦罗这边准备上门收拾盗贼，法瓦罗趁着夜色秒了2个小弟。盗贼老大马上召唤出3个恶魔，吓得法瓦罗落荒而逃。恶魔追出来的时候，正打算喷火烤法瓦罗，谁知地面突然冒出大火，反而把恶魔们烧成了灰烬。原来这是法瓦罗设置的圈套，他特意弄破酒桶，就是为了让恶魔自焚。盗贼老大赶紧追过来，结果一不小心滑倒，被叉子捅嘎了。领了酒神的奖金后，法瓦罗在酒馆里痛饮狂欢，吹嘘自己无人能敌，说他横扫天堂地狱都行。正好被路过的粉毛妹听见，等他出门方便的时候，粉毛妹直接上前找他。他介绍自己叫阿米拉，想让法瓦罗告诉他怎么去冥界。法瓦罗想，这吹牛也有人信，就开始做幺蛾子，让我亲你一口才能告诉你。此时盗贼首领的亲哥冲进来复仇，一上来就用出了自己的绝招。法瓦罗一看差点笑翻，嘲笑这玩意儿连狗都不怕。谁想到召唤出来的这家伙竟然突然站了起来，竟是个8米高的牛头怪。这牛头怪皮糙肉厚，法瓦罗怎么打都打不破。在这关键时刻，阿米拉突然说让我来吧。只见他眼神一变，一下变成了真正的魔人，一只手就挡住了牛头人的重拳，然后一记王八拳把对方打趴下。牛头人瞬间倒地，法瓦罗被砸得晕头转向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长了个恶魔尾巴，这尾巴怎么也割不掉，正巧被房东看见了。房东一看就开始喊抓恶魔。原来昨晚阿米拉跟他接了个吻，这一吻直接签了个契约，只有告诉他去冥界的路，尾巴才能消失掉。法瓦罗正想再编个借口，凯撒就已经带人冲了进来。凯撒一看就说你这是恶魔吧？法瓦罗无言以对，直接跳楼跑路。阿米拉也跟着跳了下来，差点把他砸扁。阿米拉开始怀疑法瓦罗了，看到凯撒快追上来了，法瓦罗赶紧带着阿米拉跑了，只能想办法解决掉这麻烦。他谎称要亲自带他去冥界，然后带他到了一个恶魔城堡，那里的 BOSS 是个羊头恶魔，那个力量那个体型绝对能把阿米拉解决掉。可是法瓦罗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决定取悦他。先是带他去玩换装游戏，挑了套超漂亮的衣服，然后带他大吃一顿。这时候他才意识到，阿米拉并不是那种高冷的类型，他只是个呆呆的可爱吃货。吃饱喝足之后，他们在酒馆里跳起舞来。跳着跳着，阿米拉觉得太热，就跑出去了，躺到了湖面上。他醉眼朦胧，分不清天空与湖水，梦幻般的星空映在湖面。在这美丽的景色中，阿米拉打开了心房。他想去冥界的原因是为了寻找他的母亲，边说边摸着他的吊坠。他母亲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只要带着他就能见到母亲。就在此刻，凯撒又追上来了。他误以为法瓦罗是个拐卖少女的坏蛋，上来就想干掉法瓦罗。阿米拉却挡在他前面，她出水芙蓉般的美貌迷住了凯撒。法瓦罗一脚把他踢翻，抓着阿米拉
拉又逃了，但法瓦罗的杀意并未消退。听说王国骑士团正在追捕一只偷了神明钥匙的恶魔，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设计让骑士团包围阿米拉。圣骑士们全力以赴，雷电法王搞出了大动静，但几乎没用。法瓦罗打算逃跑，没想到马却带他向阿米拉跑去，最后还把他摔在地上，烟雾弹立刻爆炸。法瓦罗只好继续带阿米拉逃跑。当他们正要过桥，骑士团已经将他们前后包围。法瓦罗迅速做出决定，立刻发射弩箭摧毁吊桥，自己和阿米拉一起跳进水里，这样才幸运地逃脱了一劫。但随后两人都登上了通缉悬赏的告示，凯撒手握着通缉令就开始疯狂追捕，结果一失足掉下了悬崖，最后是一个神秘少女把他救走的。同时法瓦罗和阿米拉抵达了一片荒地，他们现在身无分文，只好再找个悬赏令来赚点赏金。为了做好准备，法瓦罗爬上了岩石去摘药草，没想到差点被蛇怪偷袭，还好他反应够快，几箭连发把蛇怪的眼睛射瞎，然后把蛇怪从悬崖上摔下去。做药的时候他才想起来阿米拉长着翅膀，他一个飞跃就能拿到草药，但阿米拉说不行，因为他之前进入了魔族禁止之地的神域，并用神族的秘法解开了封印，偷走了神族的钥匙。在躲避神兵天将的猛烈炮火时，他的翅膀也被天使割掉了一半，所以现在飞不起来。法瓦罗还挺好奇那钥匙长啥样，阿米拉解释说钥匙已经和他的灵魂融为一体了，现在的他本身就是神之钥匙，钥匙损毁了一半，人间界也出现了巴哈姆特复苏的迹象，神魔之间的平衡也随之崩溃。天使之一的米迦勒就指示了骑士团长贞德，让他准备好防备魔族。这时候凯撒也苏醒了，他是被一个名叫丽塔的女孩救的。丽塔的父母非常热情，给凯撒准备了丰盛的晚宴，凯撒感激涕零。就在他准备开饭时，丽塔却暗示他这饭最好别吃，凯撒却置若罔闻，张嘴就是吃，还承诺要帮丽塔父母清理一下附近的恶兽，以此来回报他们救命的大恩。凯撒心想这丫头太不孝顺了，于是决定找她好好聊聊，讲起了自己的往事。他是出身骑士世家的小孩，小时候就接受了森严的规矩教育，这让他变得格外反叛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爸在给国王送礼的路上碰上了强盗，丢了礼物，罪名就落在了他爸头上，爸爸被判了绞刑，一家人被从王城里赶了出来，妈妈也因此跳湖自尽。凯撒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珍视家人，可一切都回不去了。但丽塔对他的故事兴趣欠缺。第二天一早，凯撒跟村里人全副武装在村口等着魔物，哪知道那魔物竟然跟他打招呼。凯撒心说滚犊子的，少来这套亲热劲儿，说着就举剑砍了过去。哪知那怪物异常敏捷，竟然溜到他背后还按了他一把药。凯撒这才如梦方醒，看清楚那魔物原来是法瓦罗，而村民们全是行尸走肉。不用说了，他吃的那些果然就是丽塔所说的那些恶心玩意儿，差点没把他恶心坏了。原来村子早就被魔物给毁了，唯一幸存的医生女儿用魔法书把死人都给复活了。这200年来，他一直在上演着亡灵加酒。知道了真相的凯撒气炸了，他妈的竟敢让老子吃这玩意儿！一抓到那群行尸走肉就是一顿乱砍。当他正要对丽塔的老爸老妈动手的时候，丽塔却挡在了他父母面前。谁知这些家伙完全失去了控制，居然直接咬在丽塔的血管上了。凯撒及时挥剑介入，2下就解决了丽塔的爸妈，但丽塔也没救了。法瓦罗趁势射破了那本魔法指南，然后把它收了起来。原来那本书才是他追的悬赏。拿到手之后，法瓦罗带上阿米拉继续上路。面对快要变成怪物的丽塔，凯撒迟疑着手下留情。最后丽塔还是成了僵尸，但多年操练黑魔法的她意外地保持了自我，变成了个有意识的丧尸少女，然后就和凯撒一起踏上了新的旅程。按照那位酒神的线报，法瓦罗和阿米拉找到了海港，但沿路的人都没听过什么冥界。法瓦罗开始怀疑是不是上当了。就在这时，消息灵通的人告诉法瓦罗，港口有条能开往冥界的船。法瓦罗听了乐开了花，赶紧一看，结果愣住了，那不过是条破船。再一细看，那个满脸络腮胡的船长竟然是法瓦罗的旧识。2个人立马打了声招呼，接着就一起出海了。同一时间，凯撒和丽塔也追到了海港，他们也通过那个消息灵通的人找到了法瓦罗的下落，紧接着也做
租了条船追了出去。丽塔不明白凯撒为啥这么恨法瓦罗，凯撒就先讲了他们的过去。原来他和法瓦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，凯撒还把自己父亲送贡品的秘密泄露给了他。但法瓦罗其实出自盗贼之家，那一次的泄密最终让他父亲遭遇了盗贼的伏击，所以他坚信自己是被法瓦罗设计了。然而凯撒并不知道，法瓦罗的老爸也在那场混乱中失去了生命，因为那些贡品里的宝石魔力太过强大，居然召唤出了一位高级恶魔。那帮盗贼没一个活下来，唯独留下了那个络腮胡子。阿米拉偷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，他弄不明白爸爸的意思。法瓦罗费了半天劲也没说清楚，毕竟阿米拉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，自然也就无法完全明白。就在这时，船身突然猛烈摇晃，海里冒出了一只螃蟹恶魔，一巴掌就把船壳打坏了。这艘破船眼看就要沉了，法瓦罗立刻掏枪，可是连恶魔的防御都打不破。最后阿米拉不得不亲自动手，先是搭救了法瓦罗，然后一拳炮轰过去，螃蟹皇横飞乱溅。阿米拉赶紧尝了一口，谁知道法瓦罗的秘密不小心暴露了。那络腮胡子大叫：“你也是个恶魔呀！”紧接着他就现了原形，把法瓦罗吊起来，并且召唤出一帮深海士兵。原来络腮胡子早就变成了恶魔，他就是当初抢走贡品并导致法瓦罗和凯撒父亲丧命的那个人。他带着法瓦罗他们出海，其实是看中了他们脑袋上的悬赏金。法瓦罗只能急中生智，扔出几个烟雾弹，借着烟雾迅速逃离了现场。正当法瓦罗他们陷入危机的时候，凯撒那边也碰上了麻烦，他们雇的船员居然全是海盗。凯撒完全不怵，一会儿功夫就把他们通通打翻。船长一看形势不妙，立马捉住了丽塔，还威胁凯撒赶紧扔掉手中的兵器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丽塔一口气下去，转眼间就让所有船员都成了行尸走肉。丽塔的实力确实强悍，直接登上了那个大胡子的商船。凯撒一上去就被潜水的家伙们团团围住，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那些行尸走肉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马上就和潜水者混战成一团。同一时间，法瓦罗一个潇洒翻滚，开始和那个大胡子激战。没想到这家伙真不按规矩出牌，突然拿出魔法大炮开始射击。就在法瓦罗快要掉下去的瞬间，他逆手射出一箭向船舱，强行使船只急转弯，大胡子立刻掉落，正好被螃蟹恶魔抓住。谁知这螃蟹恶魔也变成了僵尸，一口就把大胡子吞掉了。这场危机总算是解除了，下一步是凯撒和法瓦罗的较量。然而正在这时，天空中突然降下一道闪电，瞬间击中了阿米拉和凯撒，紧接着两人就被一根触手抓走。原来早有魔族将他们盯上，天使阿萨兹勒迅速把两人拿到了悬浮城底。阿米拉体内的剧毒让他力不从心，被恶魔严刑逼问，他始终不透露偷取神药的秘密。凯撒大叫，阿米拉是被法瓦罗欺骗的，一定是法瓦罗这个罪魁祸首。这番话差点让恶魔们笑破肚皮，看他们一副不幸的样子，凯撒便开始讲述那次劫持贡品的经过。他的话一说完，阿萨兹勒立刻就被吸引过来了，结果他正是那位干掉法瓦罗父亲的恶魔。同时法瓦罗和丽塔抓住了酒神，他们想让酒神带路，直接找到恶魔的天空之城。但酒神想测试一下法瓦罗救队友的决心，为了这个，法瓦罗甚至毁掉了猎人证明，这样他就变成普通的通缉犯了。现在大伙儿都是走投无路，只好孤注一掷。在酒神的帮助下，法瓦罗他们顺利混进了漂浮的城堡。一听到法瓦罗闯入的消息，阿萨兹勒就打起了小算盘，决心给凯撒一个复仇的机会，命他去结束法瓦罗的生命。丽塔和法瓦罗逃到半路的时候，被一阵狂风吹散了。法瓦罗被带到审讯室，他本来是想救阿米拉的，结果正巧撞上了从天而降的凯撒。凯撒一见面就开打，他决心亲手结束这个坏蛋，解救阿米拉。法瓦罗也是累觉不爱，现在打什么架呀，赶紧逃命才是王道。可凯撒已经怒火中烧，他的空破剑一出就把法瓦罗打倒了。就在凯撒要下杀手的时刻，丽塔一拳把他打趴下了。小伙子，别打了，快跑吧！看着悬空城就要进入魔界的传送门了。正当此刻，门突然被关闭了，原来是王城的骑士团赶来了，领头的是圣女贞德本人。随着他的一声命令，人类军队的附魔投石器像暴雨一样轰向悬空城，竟然把城墙给轰开了一个洞。法瓦罗他们趁机跑到了屋顶上，没想到阿萨兹勒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们了。法瓦罗怎么可能忘记害死他父亲的仇人的脸？但这家伙实力太强了，转眼间就把大家绑了起来。正当他向阿米拉伸出魔爪的时候，保护阿米拉的魔法立刻激发了，把阿萨兹勒狠狠地轰回了下界。贞德立刻变身龙骑士，一枪胜枪，直接把悬空城轰塌了。法瓦罗他们也被王国军俘虏了。在被捕的路上，凯撒注意到
到法瓦罗的定位器不见了。这话让凯撒稍微冷静了一些，决定等这一切平息后再和法瓦罗决一死战。他们被带到了国王的面前，三大天使亲自揭示了阿米拉的真身，还要求国王严格看守他，因为阿米拉已经和神之钥匙融为一体，他的情绪波动直接影响到巴哈姆特，因此也不能对他的伙伴们下手。对此，法瓦罗松了一口气，阿米拉却不是很高兴。你得带我去冥界见妈妈。法瓦罗立刻露出了他的恶魔之尾，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玩了，快把这东西给我弄掉。阿米拉气得给了他一个耳光。哼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然后他就被关在了卧室里。这时候，天使们也忙得不可开交，全体天使都出动了，竭力抑制巴哈姆特觉醒前的能量波动。他们本来打算让贞德成为神之钥匙，没想到阿米拉突然冒出来。米迦勒表示，阿米拉身上有强大的魔法保护，他背后肯定是有人在操控。加百列却觉得这正合适，幕后黑手肯定会来王城找阿米拉，不如静观其变。结果，正如天使们预料的那样，午夜时分，一个神秘男子解除了封印，随后释放了阿米拉。丽塔正好目睹了这一切。神秘男子拿出一个跟阿米拉一模一样的吊坠，声称这是他妈妈交给他的。说完这句话，男子便消失无踪，这让阿米拉误以为这个男人是他的父亲。同时，法瓦罗在尽情享受着酒色之乐，喝醉后他在城墙上睡着了。这本是凯撒复仇的绝佳机会，但他却迟疑了。法瓦罗问他为何犹豫，原来凯撒不明白为何法瓦罗会救他，他已经搞不清楚法瓦罗是好是坏。法瓦罗决定继续扮演坏人到底，两人拿起了刀叉开始对决。丽塔大喊，阿米拉被人带走了，你们还在这里争吵什么？法瓦罗立刻去找阿米拉，恰好看到了巴哈姆特的雕像，也遇到了贞德。贞德解释说，这个家伙一旦苏醒，世界上的一切都将被毁灭，但神明也预言将有一位骑士出现，他将再次带来和平。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骑士是贞德，于是他也视此为自己的责任。法瓦罗听了只觉得这很无聊，那种救世主的理念对他来说太遥远了，他只想自由地享受酒色。贞德却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，只是法瓦罗还未到接受使命的时刻。他与阿米拉的相遇肯定有其特殊意义。就在这时，王城的警钟突然大作，原来是阿萨兹勒带领魔族大军来复仇了。人类与魔族的战争彻底爆发，阿萨兹勒领军出击，决心洗刷耻辱。人类让所有法师集体施法，派出巨大的护城雕像，还有速度极快的龙骑队出马。圣女贞德作为陆军的领头人守在城堡，战斗正式打响。人类首先用投石器进行弹幕轰炸，巨象直接向巨魔发起攻击，但这个巨魔力量惊人，一巴掌就把巨象打翻了，然后用光炮突破了人类的防线。一群恶龙随后闯入城中，在城里空投了大量骷髅兵，龙骑队挡不住敌人。陆军副官命令释放魔法剑雨，这招对付小型恶龙还行，但打不到高飞的阿萨兹勒。他回手释放了暗影蛇攻击，瞬间干掉了人类的前线。紧接着一道强烈的光炮射出，同时消灭了魔族的前锋。原来是贞德发出了圣枪，只要人在，塔就在。魔族随即派出雷电魔来对抗，这家伙一上来就全力释放技能，瞬间将城堡大桥摧毁。贞德承受了全部伤害，直接被击倒，但他依然不肯投降。雷电魔再次全力释放技能，又一次将贞德卷起。当他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，法师团在空中构建了法阵帮助贞德。贞德随后持圣枪猛击，一击即中，将雷电魔击败。但这只是魔族拖延时间的策略。贞德几乎要坠落时，幸好副官及时赶到救他。同时，法瓦罗也找到了阿米拉。阿米拉真是太高兴了，高兴地说自己终于找到爸爸了。为了庆祝这件事，他一到餐厅就猛吃起来，吃相简直像头饿牛。两个男人用尽全力才把他拉开。阿米拉吃饱后就睡着了。就在大家准备溜之大吉的时候，阿萨兹勒突然出现了。他对凯撒的脸特别熟悉，原来凯撒的父亲送的贡品包括了他的魔石，这等于间接导致了凯撒父亲的死亡。看样子非得打这场仗不可。法瓦罗让其他人快跑，自己决定留下来解决问题，但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队友们刚走出门，法瓦罗就被打倒了。阿萨兹勒正要结束他的生命，这时一枚烟雾弹突然爆炸了，原来是凯撒又回来了。现在是他们两个一起对抗恶魔。凯撒第一个冲上去，一连串流畅的剑法让阿萨兹勒无法动弹。法瓦罗趁机扔出一袋面粉，制造了浓烟。没想到凯撒的手镯出了问题，被阿萨兹勒一招打翻。阿萨兹勒转身就要对付法瓦罗，却被法瓦罗的恶魔尾巴挡住，两人马上
上重新协作起来，硬生生地牵制住了阿萨兹勒，并且把他的心脏刺穿了。原来普通的武器根本伤不了他，阿萨兹勒只是在耍他们而已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凯撒看见了身后的圣光，决定再试一次，向阿萨兹勒发起冲锋。就在凯撒被打倒的瞬间，贞德的圣枪飞速射来，阿萨兹勒急忙使用传送逃走，这样一来他才捡回一条命。在危机关头，法奥罗也把凯撒救了出来，最后人类还是赢得了这场战斗。受伤的阿萨兹勒返回了恶魔界，他觉得自己这次完全是被利用了。原来这一系列事件都是恶魔别西卜策划的，他故意让阿萨兹勒败下阵来，失去了权力，全是为了推进他自己的阴谋。阿萨兹勒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被玩弄了，正当他要发怒时，却被别西卜的魔焰束缚，彻底动弹不得。因为法瓦罗和凯撒保国有功，他们都被封为骑士，凯撒激动万分，他最终恢复了家族的荣耀，而法瓦罗对此却不太感兴趣。后来阿米拉发现贞德的副官正是他的亲父，接着天使米迦勒降临，为了庆祝这一胜利，他决定赠予贞德一把能杀神的魔剑，这让国王心里颇为不安。历来功高震主的臣子都被视为威胁，这位国王也不例外。别西卜于是命令饮魔在酒中下毒，国王一喝下去就产生幻觉，他的已故母后似乎显灵了，他告诉他圣女贞德将夺取他的王位，这彻底唤起了国王的杀心。同时阿米拉决定去寻找他的副官父亲，他此刻心情极好，于是他和法瓦罗和解了。副官在见到阿米拉之后，知道消息已泄露，便不再隐瞒，直接告诉他自己并非他的亲生父亲。原来阿米拉是由天使和恶魔所生的孩子，当时副官是阿米拉母亲的护卫，他目睹了别西卜夺走阿米拉的那一幕。为了夺回孩子，阿米拉的妈妈决定亲自去魔界，这个项链是他留下的唯一遗物。阿米拉一听这个就说他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妈妈。副官立刻激活了2个项链的机关，把阿米拉妈妈的位置显示出来了。法瓦罗和丽塔决定继续陪阿米拉冒险，但是他们没打算带上凯撒，毕竟凯撒现在是骑士了。从此他们决定分道扬镳。为了突破王城的紧密防御，丽塔用一个丧尸魔龙来吸引注意，法瓦罗和阿米拉趁机从下水道逃跑。副官在外面制造混乱，让凯撒率领一队佣兵追赶阿米拉，他还把自己的项链交给了凯撒。城里的骚动惊动了国王，他才刚想去查看情况，结果发现自己的侍卫被杀了。从侍卫手里找到了一缕金色长发，跟贞德的头发颜色一样。国王立刻命令抓捕贞德，他坚信贞德想刺杀他，而且神之钥匙也找不到了。国王就给贞德戴上了魔女的帽子，让他等着被审判吧。阿米拉跑出了王城，巴哈姆特又有复苏的征兆，3大天使立刻出动，全力保持封印。现在只能依靠天使长加百列的支援。米迦勒也很着急，他还不知道贞德被关进死牢的事。这时别西卜的影魔找到了贞德，告诉他天使们已经放弃了他，只要他喝下这魔药就能揭露神隐藏的真相。贞德还是坚持祈祷，他相信米迦勒不会放弃他，虽然这看起来很无望。听到神之钥匙失踪的消息后，加百列断定是魔族想要让巴哈姆特复活，因此决定召集天界的军队，准备和魔族开战。现在魔族的领导权已经从堕天使路西法手中交到了别西卜手上。第二天，法瓦罗和他的伙伴逃到了森林里，只有5岁智力的阿米拉很担心，如果妈妈见到他却不认识该怎么办？法瓦罗安慰他，到时候一个拥抱就够了，妈妈肯定能认出他。他们继续前行，然而在这里碰到了佣兵的埋伏，原来是凯撒追来了。他一见面就挥剑攻向法瓦罗，并抓住机会想和法瓦罗私下谈话，但凯撒其实是在做戏。这些佣兵却认真了，甚至不听凯撒的命令，坚持要在这里消灭阿米拉和他。阿米拉只得变身为魔人，直接把法瓦罗从包围圈中救出。没想到这片森林竟和阿米拉的钥匙产生了共鸣，把他们3人带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。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根奇特的断刺，凯撒用尽全力也无法拔起，被魔化的阿米拉也试了，无效。法瓦罗决定也试试看，没想到他轻而易举就把它拔了出来，真是命中注定的英雄。拔出来后出了点意外，居然唤醒了一只翠绿色的巨龙，幸好这巨龙没敌意，反而向他们表示了感谢。原来在2000年前的战斗中，巴哈姆特的一根断刺穿越了一空间，正好刺中这只绿龙，折磨了它直到今天。绿龙自称是永恒的守望者，他预见到阿米拉将解封巴哈姆特的命运，那时世界将面临一次大灾难，要避免这种情况，只能让阿米拉留在这里，永远也不得自由。这还意味着阿米拉无法再见到他的母亲。阿米拉绝望地哭了起来，他只是一个孩子，想要见妈妈有错吗？法瓦罗
罗实在看不下去，他想起爸爸曾说过话，他们一定能改变这个命运，迎接新的一天。没想到这一挥手，竟然在这个空间撕开了一条通往外界的裂缝。绿龙看出他们决心已定，便不再阻拦，还把那根断刺交给了法瓦罗，让他去随意改变命运。但等到阿米拉和他离开后，绿龙单独对法瓦罗说，一旦阿米拉解开封印，他将与巴哈姆特合二为一，那时就无法再分离。阻止巴哈姆特复活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这根刺结束他的生命。同时，丽塔在王城的地下密室发现了一些情况，他找到了大量的魔法材料，这表明王城里肯定有内幕。这时候影魔也出现在这里，正当他准备对丽塔动手，丽塔迅速控制了魔物，并借此机会逃了出去。第二天，国王决定以魔女的罪名将圣女贞德处以火刑。民众根本不相信这一点，他们愤怒地冲向刑场，决心要救出贞德。国王却命令骑士们将武器对准了民众。看到这样的惨景，贞德深感心痛，他不明白为何神不保护他所爱的人。这时，影魔将火焰幻化成加百列的形象，告诉他圣女是神的祭品，在神眼中，世人不过是一文不值的垃圾。这残酷的现实使贞德完全崩溃，他喝下影魔给的魔药，在魔焰中转生成为黑贞德。他召唤出弑神之剑，骑上石像鬼飞速离开，他要向天使复仇。丽塔见证了这一幕，随后找到酒神，他们开始交换情报。影魔原来是个只追求死亡的赏金犯，他不仅能用魔药将人变成恶魔，还能随意改变外貌。王城里的内幕也肯定与他有关。那影魔到底变成了谁呢？正当两人沉思时，神车突然停了下来，原来是撞到了重伤的阿萨兹勒。他们立刻把他绑上车，强迫他吐露所有知道的消息。阿萨兹勒提出做个交易，他会告诉丽塔关于影魔的所有信息，但丽塔必须带他去封印巴哈姆特的地方复仇。在阿萨兹勒的供词中，丽塔终于制作出了魔药的解药，并且确认了影魔的真实身份。将阿米拉引入魔界的那人正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不过这个真相来得太晚，法瓦罗他们已经按照罗盘来到了冥界，没想到迎接他们的竟是影魔。原来他就是阿米拉的老师，神之钥匙的盗窃计划也是他策划的。至于在背后提供力量的人，正是魔界的现任统治者别西卜。他们一到就将法瓦罗和凯撒束缚起来，并且告诉阿米拉是时候解封巴哈姆特了。阿米拉显得十分困惑，他本是来此寻找母亲的，还天真的以为拿到钥匙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影魔听罢，立刻释放了阿米拉的母亲，然后挑衅地对他说，如果你觉得可以，就去试试吧。法奥罗竭力想要制止他，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急于救母的阿米拉步入陷阱。就在阿米拉紧紧拥抱母亲的那一刻，天使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此时阿米拉终于看清了真相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影魔和别西卜的陷阱。阿米拉其实是那位天使的复制品，目的是让他盗取神之钥匙。影魔捏造了他和母亲的记忆，并编织了一个去冥界寻母的谎言，也就是说阿米拉不过是复活巴哈姆特的工具而已。真相真是太残忍了，阿米拉的心里一下子崩溃了。别西卜趁机将魔之钥匙植入他体内，如今阿米拉已经完全变成了钥匙，只剩下解除封印的一步了。事到如今，法瓦罗只能装作屈服，请求加入恶魔的行列。别西卜高兴地接受了，并命令影魔让他喝下转变药水。法瓦罗暗中希望能发动突袭，谁知道影魔早已识破了他的计谋，一个强吻强迫他服下了毒药。待法瓦罗完全变为恶魔的仆从后，他们便把凯撒抛弃了，向巴哈姆特的封印处前进。虽然开启封印的钥匙已经准备就绪，但只要天使的封印还在，巴哈姆特便无法复苏。但谁又能预料到圣女会变为黑暗之身呢？神圣的武器现在成了恶魔的武器，猛地刺向了他们。两位大天使相继倒下，使得防护屏障也出现了大量裂缝，风云突变，强烈的风暴瞬间将凯撒吹走。在危急关头，酒神及时出现救了他，同时他们目睹了米迦勒的坠落，黑贞德紧追不舍。没办法，酒神拿起武器就和黑贞德开打。丽塔递给凯撒一颗解药，叮嘱他去解救法瓦罗。阿萨斯勒决定去找别西卜算账，趁黑贞德忙于和酒神战斗，丽塔抓住机会扔出了最后一颗解药。没想到
到被米迦勒拦截，他用身体挡住了攻击，紧紧抱住了贞德，把解药含在嘴里，亲吻并喂给了他深爱的圣女。吞下解药，贞德重新变成了人类，他对自己的恶行深感后悔。米迦勒在生命的尾声原谅了他。对贞德来说，即便失去了肉身，灵魂依然会和他永远在一起。一场风波刚平息，又起新波澜，悬空城上再次爆发了2场战斗。阿萨兹勒怒吼着向别西卜冲去，2个高级恶魔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温酒的战车暂时挡住了影魔，丽塔趁机尝试夺回阿米拉，却被法瓦罗挡在了前面。别无选择，凯撒只能与法瓦罗决一死战。现在的法瓦罗已不再使用狡猾战术，凯撒抓住机会，一箭射穿了他的心脏。法瓦罗倒地的那一刻，阿卡米拉变身成天使模样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副官也赶到了现场。正当他要大声向阿米拉靠近时，丽塔大声指责副官是幕后真凶，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。巴哈姆特的头上释放了无数束光锁，带走阿米拉并解开了封印。那只毁灭世界的恶龙终于复苏，凯撒挥剑刺穿了副官，没想到反被一拳打飞。在最终阶段，他终于揭下了面具，原来副官和影魔是同一个人，连别西卜也被他算计了。当看到巴哈姆特复活，别西卜还误以为自己掌控了他。就在他试图命令他的那一刻，巴哈姆特龙头一转，一道光炮把我劈成了2半。这个一心追求力量、不断欺骗他人的魔王，最终死在了他们自己欺骗的恶魔手中。紧接着，人类王国也遭受波及，在滔天的火焰中，国王被埋在了他母亲的画像下。原来，邪恶的影魔只追求死亡和毁灭，他将世界末日视为一场盛大的疾病。更糟糕的是，法瓦罗没死透，又爬了起来。凯撒不得不继续跟他纠缠。就在法瓦罗即将失败时，副官急忙将自己的剑扔给法瓦罗，法瓦罗抓住机会砍掉了凯撒的手腕。当他将战利品交给副官时，凯撒立刻念出了咒语，赏金猎人的手环立刻发光，把副官封印成一张卡。原来凯撒在剑里藏了解药，那一剑已使法瓦罗恢复正常。刚才的对决全是为了让副官掉以轻心的戏码，所有障碍都被清除了。现在只剩下一个目标，法瓦罗下定了决心，决定亲自结束阿米拉的生命，这是为了拯救全世界。他明白，如果阿米拉知道自己造成了毁灭，他会非常伤心，凯撒也就不再阻止他了。为了解救这位少女，摆脱巴哈姆特的研究，2位骑士驾驭着鸭神冲向前线。面对世界末日的危机，众神和魔鬼再次联手，一起形成了阻挡巴哈姆特的盾牌，这让他们能够成功登上龙的脊背。在凯撒的帮助下，法瓦罗最终站到了巴哈姆特的头顶，他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咆哮，将巴哈姆特之刃深深地插入封印之地。命中注定的事无法改变，巴哈姆特发出一声悲鸣，把法瓦罗摔了下去。阿米拉从龙眼飘出，在最后的时刻，他们终于互诉衷肠。阿米拉感谢法瓦罗的所有努力，法瓦罗表示无论何时何地，他都会与阿米拉同在。法瓦罗此刻异常认真，他们终于接吻了。那灭世的魔龙再次爆发出强烈的金光，阿米拉最终和巴哈姆特一起消亡。经历了这场大劫难，凯撒成为了骑士队队长，和贞德一起重建了国家。在一个偏远的酒馆中，依旧流传着圣骑士杀死巴哈姆特的故事，而坐在他们面前的正是那位英雄。法瓦罗相信巴哈姆特还未彻底消亡，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再次出现，毕竟自己的尾巴还在呢。